新万我神早聊过，易烊千玺借东风，一战封神之后，蛰伏爆发的王一博真的是大热鹊起，炙手可热。结果转眼2022年，一切都魔幻不堪，模糊双眼了。王一博排档2年的满眼大银幕，居然一边拍摄当中，一边亲历当中，亲历着史上最糟心的行业内卷和经济下滑。王炸姐姐赵丽颖倒是在荷尔蒙当道的奇异事项中，居然碰上了寻找地气的电视热浪和观众呼声，运气当道，瞬间引爆。真的要感谢政府，感谢党了。很多时候，成功进入弯道的时候，弯道居然又变直了。没机会冲奖的时候，冲奖的机会就来了。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，放飞的思想也只能跟着政治的风向一路起舞了。今年上半年，电影行业可谓一片的愁云惨淡，各种的下跪写实，欢迎您自行回顾一下。受疫情影响，2022年上半年全国电影票房171.8亿元，同比下降37.7%；观影人次3.98亿，同比下降41.7%。2022年3到6月，全国电影票房仅41.1亿元，较2021年同期减少65.6%。其中3月、4月、5月票房均创下多年来的新低。近期，各大上市电影公司相继发布2022年年中业绩预告，除了中影股份和光线传媒，基本上其余公司都在亏损。让人高兴的是，6月24日，现实主义电影《人生大事》登陆内地院线，实现口碑票房双赢。截至目前，该片豆瓣评分稳定在7.3，累计票房突破14亿元，超越了春节档的《奇迹笨小孩》，位列2022年总票房榜第3。上映2周的时间，这部电影不仅超越了稍前上映的《侏罗纪世界3》票房，成为了2022年第4部票房10亿加的电影，也成为了大陆电影史上第96部加入10亿俱乐部的电影。另有多部新片的票房都能上亿，由此可见，电影市场已经重拾升势。在这些影片的带动下，电影市场的热度逐渐升高，观众的观影热情并未消减，为下半年开了个好头。问题是，出品《人生大事》的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，也就是上半年预计盈利的电影公司之一，来头不小，是中国大陆最具实力、产量最大的电影公司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属。怎么样？国家机器背书就是不同吧？因此，尽管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业绩出现下滑，但在受疫情影响，上半年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等超大城市影院关停的情况下，中影居然能够逆势盈利，已属难得，展现了迎起老大哥的韧性。中影下半年依旧在内容布局上持续发力，接下来公司出品项目《独行月球》将于7月29日上映，《流浪地球2》定档2023大年初一，两部商业大片备受市场关注。跟着，另一家预计盈利的电影公司是光线传媒。公告显示，光线传媒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是1.75亿到2.3亿元，同比下降52.53%到63.88%。光线传媒上映项目包括名声很大的《狙击手》、10年一品温如言、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、5个扑水的少年等等。累计公司参与投资、发行并计入本报告期票房的影片总票房约为13.77亿元。这个数字的确值得院线老总们松一口气了。说到这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就是昔日的行业龙头华谊兄弟至今仍未披露业绩预告。进入魔幻的2022年以来，华谊兄弟风波不断。6月份，王中军、王中磊连收2份警示函。近期，华谊连续遭遇金融机构的追债。7月8日，王氏兄弟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。今年1季度，华谊兄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.32亿元，预计公司上半年仍将保持亏损态势，江河日下已经无法形容了。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是，王一博的无名以及背后的博纳影业情况又如何呢？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的眼里，用4个字可以形容，那就是喜忧参半。要知道，在2021年同期上映的《中国医生》就是博纳影业的神奇出品，该片一扫此前电影市场数月的沉闷，拿下了13亿的票房，为暑期档及下半年电影市场吹响了复苏的号角。根据公开数据，2022年暑期陆续上映约30多部题材丰富的新片，片单充足，将继续为影视行业的持续复苏提供支撑。
请留意，片单充足也意味着蜂拥而上，竞争超大。随着疫情得到逐步的控制，2022年下半年票房表现注定有望好于上半年。如果下半年疫情影响减弱，后疫情时代观众的观影需求仍然较为强劲，优质影片将成为未来推动电影市场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。凭借主旋律影片制作能力突出这一核心竞争力，博纳影业盈利状况的确有望扭亏为盈，逆势翻盘，而且其抗风险能力的确好过其他亏损中的同行。目前，中国胜利3部曲的收官之作，反映隐蔽战线的主旋律影片《无名》即将上映，这就是博纳最大的押宝了。《无名》是由成尔自编自导的谍战新片，此前已公开的主角团队包括梁朝伟、王传君、王一博等。该片主要聚焦波谲云诡的隐秘战线和籍籍无名谍报人员，故事线不错，很红很安全。博纳影业董事长于东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周迅出演了《无名》的女主角，这就是某种的信心了。于东并表示说，该片已进入后期制作环节，并计划在2022年国庆档上映云。此外，博纳2部反映和讴歌少数民族爱国题材的电影《海的尽头是草原》和《平凡英雄》有望在2022年上映。可见博纳的红色跑道依旧是紧紧跟随中央大政方针的，只是呢，想要重现去年的辉煌难度不小，但是踩着同行的肩膀倒是有机可乘的。此外，今年的博纳影业携《长津湖》《拆弹专家2》等影片即将再战各种的金色大奖，目前已经获得了多个的奖项提名。因此，得奖是刚需，非常有野心。这对王一博而言也是绝对的梦想之一了。要知道，在2008到2020年的13次金像奖各大奖项的角逐中，博纳影业出品发行电影共问鼎最佳影片8次，获得最佳导演8次，影帝7次，影后3次，成为近10多年来金像奖上风头最劲的出品发行公司。贵聪明的王一博当初勇挑政治任务，明晃晃都是有个性、有想法的表现，您说对不？总之，魔幻的2022年有隐忧，有危机，有压力，有竞争。然而呢，有东风或许就够了，就像赵丽颖的《幸福到万家》一样。